大家好，我是美商伯恩 FAE Lancelot， 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如何利用美商伯恩的元器件，成功用于提升车用电子控制单元 ECU 过电流保护性能。那先来叙述一下这个项目的背景。我们有一个做电动车 EV 的客户，正在寻找用于 ECU、DCU 上面讯号或是电源的过电流保护元器件。那什么是 ECU、DCU 呢？ECU 是电子控制单元，又称为行车电脑或是车载电脑，它是汽车电子系统中的核心角色，控制汽车各个系统，包含像是动力传动系统，然后车用资讯娱乐系统、先进辅助系统、车身控制系统等等。那我们就以像BCU、ECU、Body Unit Control Unit 这个车身控制系统来做举例。主要的功能包括像车门控制、照明控制、雨刷警报、系统安全、座椅或是空调控制等等。那中间的讯号线沟通可以用像 CAN 或是像 LIN 来做沟通。那以 CAN 的 FD 来说呢，目前的就是它的速度会落在5到8个 MHz 左右。那当然，如果是需要使用在比较高速的讯号线传输呢，我们在 ECU 跟 ECU 或是 ECU 在 DCU 中间的传输，那我们就会使用像是1100 Gigabit 的以太网路，那这个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解决方案，因为客人想要过电流的保护器件需要有车规，然后额定的电压至少要30伏。那体积越小越好，那最好是可以恢复式的。那至于温度呢，他希望能够在105度 C 以上。那如果可以到125度 C， 那是最好。那基于这些条件呢，我们推荐MF-USHT050KX 这个系列的可恢复式保险丝。那这个保险丝呢，它符合 AEC Q200， 然后1210的小封装，它的最高的操作温度可以到125度 C， 当然也少不了像是 UL、TUV 这些安规认证。在右上图的地方呢，主要是显示过电流保护的装置会放置在串联的电路上面。至于过电压的保护器，像是 TBS 的话，当然就会放置在并联的这个位置。那右边中间的部分呢，主要是这个保险丝的规格，其中 B 的 maxima 是指最高可以应用的操作电压，那 I 的 maxima 是指安规可以承受最大的电流。那这个最大的电流其实不是操作的工作电流，那这边是指说在这个电流之下呢，那个保险丝它不会有烧毁，不会有起火的或是爆炸的方式产生。那之后的那个 I 后的这个值呢，就是我们一般值的操作温度。那在 I 后值以下，那这保险丝是不会动作的。那在 I trip 以上呢，它是这个保险丝就一定会动作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这些的值都是基于在23度 C 室温下面。所以在最右下角的地方有个 thermal derating 的一个表，那是可以让我们方便查询在不同温度下的 I 后的一个值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大概讲一下这个 PPTC 好了。那 PPTC 这个自负式的保险丝，那我们又可以称作它是热敏电阻。那我们伯恩斯的话是叫做multi-fuse 这样。那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，这个 PPTC 它是属于一个在地阻的状况，可以允许的电流，然后电流自由的通过，那电路可以正常的运行。那当电路出现了一些故障的状态，例如说过电流啊、短路的状况的时候 ，PPTC 的里面的聚合物材料它会快速的升温。那随着温度的升高呢，那里面的导电颗粒会分散，然后让里面的电阻会急剧的增加。那到 trip 的状态呢，就是等于是说这个 PPTC 进入一个保护的状态。那这时候呈现的是一个高阻抗，那只有少部分的电流可以流过。那等到就是故障的状态排除之后，类似像过电流或是短路的情况移除之后呢，那这个 PPTC 又可以恢复到正常的使用。那在接下来就讲到说，我们这个
PPTC 的一般品跟就是我们讲的HT 就是高温品的一个差异性，可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，在那个高温的 PTC 呢，它 trip 的温度要比一般品要来的高出许多。那在右边的话是我们目前所有车规的 PTC 的一些型号，那红色框起来的地方呢，这是属于高温材料的系列。好，那总结一下，我们使用高温的 PVDC 可以有效的解决客人在车用上过电流保护的一个问题。那这个系列也可以帮忙应用在比较严苛的一个环境，或是比较高可靠度的产品的上面。那当然，我们也可以提供不同的电流啊、电压啊、封装等等，适用在不同的一个应用。那如果大家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，或是应用上的问题，都欢迎跟我们美商博恩联络。谢谢。